用3天2夜自驾1000公里，玩转新疆南部喀什、塔什库尔干、莎车。我们要在千年古城吃3顿不同的异域美食，在云端上的县城吃一顿高原美食，再品尝据说是新疆最好吃的鸽子。我们要享受帕米尔高原上的湿地、湖泊、雪山美景，欣赏人类与大自然共同绘制的旷世之作。跟阿喵的新疆美食之旅，先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开始。咱今天点的是一个新疆味味的传统早餐，糖糊糊配馕、奶茶、糖包子、塔塔尔的点心叫皮如克，还有6成熟的鸡蛋。哦呦，哇！行吗？一点都不行。没有想过鸡蛋黄会这么好吃，有点蟹黄的即视感。糖糊糊呢，它是一个品类啊，它有很多不同的糖糊糊。咱们点的是核桃糖糊糊啊，这很像小朋友吃的那种面糊啊，非常的细腻，口感就跟芝麻糊是一样的，但是它里面放了羊油，所以它有非常重的羊肉味儿、羊油味儿。还比较硬。这个糖糊糊啊，在中东、中亚和地中海地区，它其实叫哈利瓦，是一个很古老的当地的传统美食。这糖包子看非常小巧，上面放了一颗葡萄干。它的这个面啊，不像是那种南方那种很细腻的面，它是这种北方的包子做法，非常实的面。里面是白糖、核桃和葡萄干。白糖它并不是完全融化的，嚼在嘴里沙沙的那种感觉。这个葡萄干呢会带一点点酸味，奶真的很好，非常的新鲜。但因为它是咸的，是那种饱腹感，你感觉喝下去就是能量满满。这叫皮如克，它是有点像酥，掰开，很好吃，是酸甜口偏甜。这皮如克里面夹着的就是新疆当地另外一种水果的特色啊，杏子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喀什当地的一家特色咖啡馆，叫马蹄丁咖啡，点了它的马尔廷混合烤肉，也是土耳其风味。烤鸡翅、牛肉、羊肉是混在一起烤的，牛肉丸子、羊肉丸子、薯条、西红柿、红椒、皮牙子、酸奶、土耳其薄饼。它上面其实撒了很多的调料，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重，调的是咸香口，不辣。中亚的那种风味。它这个肉丸是搅碎了的，然后里面放了是红椒啊、香葱啊之类的东西，也是属于咸香口。你看这个羊肉里面也是调制过的，羊肉搅碎以后烤出来呢，它就是有那种肉泥的口感，比较软和。咬进去。加了酸奶以后，就是更开胃。这个是它的香肠奶酪披萨，那它叫披达，还有一个特色的咖啡。这个留给摄像师喝了，他比较喜欢喝黑咖。我们来个奶酪披萨，其实它的底很薄，上面那一层是奶酪，
很酥脆啊，浓浓的奶香，这个肠肉质也很扎实，好好吃一下，欣赏一下这边的异域风情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喀什一家专门做巴基斯坦风味餐的小饭店。这个饭店呢，大家看到就这么大，但是开了20多年了，有很多在新疆的巴基斯坦啊巴铁朋友来这里吃，应该是比较地道的。我们点的呢是它的一个塔尔卡伊套餐。这个塔尔卡伊呢，我们其实在网上搜比较难搜到它相关的资料。但是在老板的解释之下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塔尔卡伊它其实是巴基斯坦的一种咖喱。我们要的是牛肉塔尔卡伊。老板跟我说，就是在印度也是用这种类似的咖喱，大家叫法不一样。然后它会配这样一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饼，质感是比较软的。还有呢，这个巴基斯坦来的奶茶是巴基斯坦的一种绿茶，然后终于不是咸奶茶了，可以自己搭配糖。我太爱这个奶茶了，特别的醇厚。刚才老板呢特别告诉我说，吃这个塔尔卡伊呢，不是直接去勺那个肉吃，是用这个饼撕开一小块小块包着吃。好香，看着黑里麻气的，但是吃进去很浓厚的这个咖喱的味道。其实我刚看到过来吃的都是这个大老爷们儿，就真适合一堆爷们儿在这边。一边吃这个有肉又有饼，还能喝个奶茶，大家在这边聊天，非常的惬意。在喀什享受完异域美食，我们决定第2天开启南疆人文深度游，前往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叶尔羌汗国的辉煌故都莎车，体验更原始、更浓郁、更地道的维吾尔文化精髓。来莎车的第1站，来听听这个12木卡姆演出。这里是维吾尔古典音乐12木卡姆的故乡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，没来过喀什就等于没来过新疆，没来过莎车就不知道鸽子有多香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莎车呢，来尝一下这里的烤鸽子。烤串它一串其实半只鸽子，15块钱。这个是馕坑烤的一个全鸽，30块钱。不知道你们那边卖一只鸽子是多少钱哈？看得很完整了，上面是有些面皮的。它这种烤的鸽子肉啊，反倒保留了这个鸽子的知识，它没有那么老，好像也没有孜然粉，也没有辣椒酱，但是就是觉得很香，口味不一样。它这种炭火烤的呢，它的皮儿就没有那么脆，非常的嫩，建议大家2种都可以尝试一下。来莎车呢，我们其实做了几手准备，找了好几个烧烤店啊，一个呢就是这个木卡姆故乡餐厅，一个是古老烧烤店，还有一个和田洛克沙勒烧烤店，3个都很不错。当然，在莎车除了美味的烤鸽子、烤肝、烤羊肉串、鸽子肉恰木古拉面和新疆凉粉也值得一试。我们接下来要逛的这个喀赞旗街啊，是一条100年老街，它1870年就形成了。这
这个喀赞旗呢，在维语里面是筑锅为业的人。100年之前呢，这里应该有很多这个筑锅为业的人在这里啊，就教大家怎么去做铁锅、卖铁锅，都是岁月的痕迹。卖东西，我爸爸的，我奶奶的。哦，灯啊。灯，对。100多年的油灯哎。对，150。150多年的老锅。我奶奶的东西，这个老锅，这个。300多年。300多年的卡。谁的？这个谁老的？你在哪里弄的？我的放的东西不卖的东西，这个。啊，不卖的东西。卖嘛，现在要1万多。其实可以看到它这边喝茶茶壶的一个变迁哦，200多年的，然后100多年的肚肚变大了，然后到了80多年，哎，整体变小了，是不是说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精致？哦，它里面也有很多，你看都是很有年代感的东西。我们5代是播的5代。5代，你是第5代，50年的什么80年的是吧？100年的，100多年的古董，然后这个小老板他就这么乱扔，那你卖什么东西呢？你这些都收藏品，你都是不卖的。这个新的我自己做东西卖，这个新的，这个80块钱给，这个280，一朵380。哇，这个手工做这要水平哦，哇，很漂亮。200块钱，这个是200。20块钱。自己用烟盒子做的是吧？让我想起了以前吃小浣熊干脆面拿108水浒传那个卡的时候。这个喀赞旗街啊，其实走进来很长的，前面就有一个100年老茶馆、老影院茶馆，我们就喝杯茶。甜甜的。现在阿喵喝的这个呢，叫亚迪卡尔，它你可以理解为是维族人的一种秘制药茶，就每家的这个配方的成分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有可能会加什么藏红花呀、豆蔻啊。我们来这个老茶馆喝茶，听听这边的老音乐，感受一下这边的老风情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唱一跳两曲，阿喵这个舞姿也是这几天在这儿被训练出来的。体验完南疆的民族风情，最后一天我们将开启高原壮阔风光之旅。我们将从喀什出发，驶入被誉为世界第8奇迹的 G314喀拉昆仑公路。这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公路，全长1224公里，在中国境内415公里，是从中国通往南亚的唯一陆路通道，也被称为世界10大险峻公路之一。沿着这条公路，我们将穿越世界的屋脊帕米尔高原。这一路上的风景之美丽，绝对是自驾和骑行爱好者追求的终极景观大道。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办理好边防证，跟随阿喵的脚步，打卡一路美景，直通云端上的县城塔什库尔干。沿途值得下车的第一站，便是帕米尔高原的蓝眼睛白沙湖。它拥有蓝白交织的极致地貌，湖水因为矿物成分与光线变化，呈现蒂芙尼蓝至墨绿色，而盖兹峡谷的风口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白沙吹至布伦口，历经千年堆积成银白色沙山，就是湖边的白沙山。白沙湖被雪山环绕，无风时湖面倒映白沙山与雪山，形成水天共色的镜面效果。风起时浪涛翻涌，如流沙河再现，
好吧，朋友们，阿喵给你们踩好点啦。如果你们来拍白沙湖打卡照呢，想拍那种雪山很大，然后在车顶的照片，或者无人机围绕你旋一个的照片，你就不要来这边白沙湖的1、2号观景点，要到它的北岸。那如果呢，你是想拍雪山作为这种很辽阔的背景，然后还有这种漂亮的不同层次有颜色的沙呢，那就来白沙湖的2号观景台。就你路过它1号之后啊，不要停，往前面再开个几公里，就到2号观景台。这边呢也不收费，反正这边拍照很出片。从白沙湖到塔县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，途中会经过塔河曼湿地，这里是塔什库尔干地区最大的盆地和湿地，有着神花繁衍之地的传说。是塔吉克牧民的黄金牧场，而这种高原牧场上放养的牦牛，耐寒善攀爬，不仅是牧民们巡边运输的高原之舟，也是我们前往塔县寻找的高原美食——牦牛肉火锅。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县城简称塔县，海拔3200米，是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聚集地。这里的美食融合高原物产与欧亚饮食文化，兼具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丝绸之路的精致。我们本来挑选了冰山上的来客与苏曼抓饭2家店，结果一家在装修，一家卖完了，所以最后我们在苏曼抓饭老板的推荐下，来到了蓝公羊鸽子汤店。这个鸽子汤里面一整只鸽子，这个是银耳，还有这个是他们叫烩面，这什么东西？鹰嘴豆。啊，鹰嘴豆。这个是自己做的手擀面，揪下来了才韧。我们就喜欢这种烟火气，就喜欢这一口家常味。它的胸腔肉之外的这些肉，就是很嫩。你看很脱骨，12块钱一只。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烂。羊舌的羊肉味，我觉得比较重，但可以接受。我喜欢吃这样炖的羊筋儿。高原上的馄饨，跟我们内地好像很不一样。馄饨里面还有煮一块块的牛肉，非常好吃，它牛肉好嫩。在塔县补给完，我们还要继续向南开30公里，打卡一条海拔4100米的云端天路。这条全长只有75公里，却拥有608道发卡级别 S 弯的盘龙古道，现在是一条网红公路。打卡盘龙古道，让我们今天走过了这里所有的弯路，从此我们的人生全部都是坦途。它每天限量通行，可以通过提前预约来打卡体验。但其实，盘龙古道不仅仅是极致的地理奇观，更是温暖的人文关怀。盘龙古道修建之前，位于塔县东南部的瓦恰乡、大同乡等地，被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余脉阻隔，在冬季更是常常因为大雪封山，被迫与世隔绝。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往返县城，需要在冰川融水冲刷出的陡峭墓道上跋涉3天，稍不留神就会发生牲畜坠崖、人员冻伤的事故。直到2019年，作为国家3区3州脱贫攻坚重点工程，新疆交通部门启动帕米尔最后1公里畅通计划，决定在海拔落差1000米的昆仑山支脉上开凿这条连接塔县与瓦恰乡的盘龙古道，迎接世界级的地质难题挑战。公路修建608道发卡 S 弯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更不是为了成为网红景点，而是因为这条路70%路段位于悬崖断层带，终年受融雪性洪水威胁，30%路基处于永久冻土区，夏季路面沉降可达30厘米。沙土岩石的山体地质特点，注定无法采用高架桥或者隧道技术，而且整条路海拔从3200米上升到4200米。修路时既要考虑缓和人类面对海拔急速上升的不适感，又要考虑汽车爬坡的角度不宜超过15度。好在所有的难题都被有效解决，只历时18个月，盘龙古道在2020年7月正式通车。
曾经的3天跋涉缩短为1.5个小时，马恰乡再也不是孤岛。这是人类克服天险的又一次胜利。这是一幅人类与自然共同绘制的伟大作品。阿喵能有幸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来，此生无憾。